一个人的武林中，夏侯武到底有多能打？这里完美的展示了夏侯武的拳检。拳检是指在长期进行拳击、武术等运动过程中，由于反复击打硬物或进行高强度训练，导致手部皮肤和组织发生的一种增生现象。它主要出现在拳面、掌指关节以及指背部等部位。拳检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外在刺激导致的皮肤和组织变化。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武术水平的高低，虽然拳检是练家子的一个标志，表明其在武术训练中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更多的反映了外加功夫的训练痕迹。而武术水平的高低还涉及内功、技巧、战术等多方面因素，不能仅凭拳检来判断。抱拳礼，抱拳礼即国学中的衣礼，源于周代以前，有3000年以上的文化历史。当时作衣就已有土衣、实衣、天衣、特衣、履衣、旁三衣之分。左手握右手，这称作击拜；相反，则是不尊重对方的胸拜。这里夏侯武用的是左手握右手的抱拳礼，是击拜，明显是带着不好意思和愧疚的。暴力正蹬开路抱头，顺势撑掌击太阳穴，掖掌再打，飞身超人拳反击，顺势横肘反打，重拳下砸一风穴。该穴名意指三焦经精气在此化为天部的阳气，本穴物质为天有穴传来的热胀风气至本穴后，热胀风气势弱缓行而化为天部的卫外阳气，卫外阳气由本穴以风气的形式输向头之各部，故名。这几招足以见得夏侯武武力值之高，本身夏侯武就是合一门掌门人，实力肯定是不容小觑的。正蹬截击，顺势腰身换位，交叉手拦挡，砍掌反击，俯身下前搂腿，顺势足跟钩反拧。足跟钩是巴西柔术中一种极具杀伤力的锁技，通过锁住对手的脚后跟，利用杠杆原理攻击对手的膝盖韧带和关节，尤其是前交叉韧带 ACL 可能造成永久性伤害。原理是通过固定对手的大腿，屈曲其小腿，再用手臂扣住脚跟，并结合身体旋转，使力从脚踝传递到膝关节，迫使膝关节过度外旋或内旋。由于足跟钩直接作用于膝关节的韧带，而韧带的痛觉感受器较少，当感到剧痛时，可能已经受伤，甚至来不及认输，所以附带的杀伤力很大，能导致韧带撕裂或断裂，造成永久性伤害。膝关节的结构复杂，且对人的活动能力影响极大，一旦受到严重损伤，恢复难度较大，甚至可能影响选手的职业生涯。由于足跟钩的高危险性，在一些比赛中，如 IBJJF 规则下的道服巴西柔术中，足跟钩是被禁止使用的，杀伤力可见一斑。顺势侧踢国窝。这里对于夏侯武的武力描写就很具象化，一对多，丝毫不落下风。冲拳反打爆头，顺势弓步双冲拳再打，八极拳亮天地起势。这种场景就问你怕不怕？一堆人围着你打，夏侯武还能这么游刃有余，可见这和一门掌门人的含金量。俯身摆拳反打，顺势前摆组合追击，摇身侧闪，顺势摆拳迎击，再接加臂过肩摔。截腿阻截，顺势再接后踹截击。纵使夏侯武再强，但还是被两人钳制，就看夏侯武如何破招。膝顶反击，双腕别臂侧压，顺势擒腕拧摔。所谓擒拿擒是死，拿是活，这里就很具象化。膝顶别臂，这里其实直接膝顶爆头是最好的选择。顺势拳轮侧砸击夹，这里直接一群人冲过来围殴，没点实力可能就束手无策。勾拳反击爆皮。正蹬破围，这一脚算是让夏侯武找到了突破口，越打越快，但是还没有完全突围，再次被搂抱限制墙角，非常的被动。擒拿扣腮，夏侯武一招擒拿扣腮，抓住突破口，一瞬间就扭转了局势。偷袭，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强如夏侯武也难免被偷袭，但是习武之人抗击打也是没话说，夏侯武硬吃一击照样没事。重拳反打二头肌。重拳的冲击力可能导致二头肌的肌纤维受到过度牵拉或直接损伤，引起肌纤维的拉伤或撕裂。重拳再打攻三头肌，这一招意图在致命，而是在于让敌人丧失战斗力。一拳重击攻三头肌可以让人好几天都抬不起手臂，不信可以自己试一试。暴力重拳击负重击，夏侯武在监狱中与多名囚犯展开激烈打斗，以一敌多的场景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武术技艺和强大的战斗能力。本身来说，夏侯武是失手打死人，进了监狱，这里寻衅滋事，所以处处留手，不是杀招。
如果不留手，又要打死几个，恐怕就又要多坐几年牢。这并不是夏侯武的意图。